中國公然修例預准容貌歧視。最近廣東教育當局修例規定，任何人若面部有較大疤痕，也就是3×3厘米、色素病等缺陷，有斜颈、面癱、唇腭裂及其手術後遺症，或者一眼失明、五官先天或後天性殘缺、畸形，又或有先天或後天因素造成的肢體殘缺、畸形導致的功能障礙者，均一律不准當教師。按此規定，因出於誤解而仰慕中國的天文物理學大師霍金，必被剝奪教書先生資格。此刻，中共上下正在溫家寶號召下，苦苦思索何以中國的大學難出大師，或許可以從中得到一點啟示。當全球其他國家對殘障人士的扶助尚微恐不及之時，中國居然進一步把对弱勢殘疾人士的歧視和壓迫從潛規則走向制度化，公然把对殘疾人士的歧視落實為如此露骨的法規，足見中國文明的確已頹敗墮落到一個怎樣的地步。對於它的衰落，是不值得掉一滴眼淚的。我跟一位挪威朋友提及此事，他卻說對此已有心理準備。他說6年前在海外向香港一所由華人經營極具規模的國際學校申請教習時，居然要強制填報體重時，就開始領教久仰大名的所謂中國文化。他說會永遠保留這份申請書，以立此存照。嚴格而言，中國教育當局此以最新規定，其所歧視的不僅僅是殘障人士，其實可將之概括為所謂貌醜者，或以中國人審美觀而言屬貌醜者。按中國人典型的審美觀，這裡說的貌醜，主要不是指氣質上的邪惡如毛澤東之流，猥瑣如李鵬之流，妖形妖勢如郭沫若之流，或皮笑肉不笑如江澤民之流，也不是指因3日不讀書、讀壞書或過量谄媚而導致的面目可憎，而主要是指面容外表有異於常人，當中不一定包括任何功能殘疾。中國人審美觀的重點是五官端正，是否人面獸心並不重要。中國人最好言有教無類，一视同仁，甚至什麼以貌取人、失之子語，但全都是在紙上文章，沒有落實的。如梁漱溟說的，中國文化終歸為以不落實的文化，甚至如魯迅所說的，中國人正正因為欠缺某些美德，需要提倡，所以才要大講特講。貌醜者入學也艱難，中國當局或中國人對貌醜者的壓迫罄竹難書。在這次殘疾者和貌醜者被禁止當教師之前，已經發生無數因歧視貌醜者而起的慘絕人寰事件，當中最矚目的大概是發生於2000年的酒吧驅逐貌醜顧客事件。24歲的少女高斌因兒時面部被火燒傷，但北京朝陽區三里屯酒吧敦煌認為她臉上傷疤很多，怕進店影響生意，從而公然把她驅趕。高斌告上法庭，北京市第2中級人民法院的終審結果竟然只要求北京敦煌餐飲有限責任公司向高斌赔礼道歉，並賠償高斌交通費等共計人民幣403.5元，甚至撤销一审法院關於賠償高斌精神損失人民幣4000元的民事判決。中國人利字當頭，也善於除弱扶強，而且也大多認同容貌歧視。從舆情看，大多數人是體諒酒吧業主多於同情高斌，此所以這酒吧事後也沒有因干犯众怒而要結業，反而越做越旺。這一切從中國人的世界觀去想象都是不難理解的。同樣，據中國國內傳媒報道，在中國無數人因貌醜而求職無門，即使如安徽师范大學的吳慧明，在學時因拼命撲入大火中救了6個人，從而容貌被毀，進而獲先進典型、10佳人物等多個榮譽，但畢業後也被一視同仁，找工作找了1年依然屢試屢敗。因貌醜而求職無門還是可以想象的。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中國，貌醜者除了可以被禁止进酒吧和找不到工作之外，還不准教書，還有不准入學。這樣的歧視
恐怕舉目全球都是極其罕見的。無數人因冒醜被拒於大學門外，甚至要整容才獲准入學。有的幼兒因冒醜而入托無門。學校不是該有理想、有愛心的嗎？教育不正是開啟民智的地方嗎？連教書和讀書也要外貌姣好的學校讀書，這樣的教育值得稀罕嗎？有意義嗎？愛因斯坦說，單單授人一門專門技能並不足夠，否則這個人只會是一架有用的機器，一條訓練有素的狗而已，就是這個意思。年前，殘疾人作家楊家利到四川的西南石油學院探望一位他曾經幫助過的殘疾學生時，正在等候時，被大門口的校尉施令出去，甚至連站在校门外等也不准，理由是因為你長得影響市容市貌。因冒醜而不准入學，發生一宗都嫌太多，都是驚人的。下面5個案例足以說明中國處於怎樣的開化程度。案例1，葛南海，男，江西禹都人，生于1981年，父母務農，葛身高1.5米，胸椎右側45度彎，俗稱駝背。葛雖家貧兼殘疾，為天資過人。1999年參加高考，考得509分，高出本科線5分，但不獲本科院校錄取。葛說，都是因為高考體檢表上有駝背2字所累。葛想上省外的專科學院，也不獲錄取。最後還是父母出面疏通關係，將兒子送進了贛南醫學院專科臨床醫學專業就讀。2年後，葛以全班第1的成績升讀本科。大學期間，葛還屢獲獎學金，是全校優秀畢業生。2004年1月，葛報考應聘州市一大型醫院，在140名求職者中，考試成績名列第5，但未獲錄取。隨後他又報考贛縣一間大型醫院，在48名求職者中，考試成績居第1，一樣不獲錄取。葛找了7次該院院長，對方表明不滿意他的外貌，還坦言如果招了你，你將是醫院第1醜男。葛沒想起這番羞辱，痛不欲生。2004年11月，葛報考廣州中山3院的研究生，葛以第1名的複試分數進入了複試，但最終依然不獲錄取。案例2，袁勇，男，湖南湘潭人。袁孩提時被邻居泼硫酸而毀容。2004年，袁以理科成績504分、專業229分的成績考上了長沙某高校，但因冒醜被拒於大學門外。在2005年的高考中，袁的成績更好，理科540分，專業243分，能上華中科技大學。為了能上大學，袁勇母子特意找到該大學駐長沙招生辦事處了解情況。負責招生的老師得知情況後，鑑於袁勇樣貌太醜，表示要和學校商量才能定奪。結果，袁勇母子只好來到長沙的華美整形醫院做整容手術。袁於手術後，於2005年7月，終於收到華中科技大學的錄取通知書。案例3，徐紅，女，生於重慶開縣龍安鄉的山區。徐1歲時摔倒在火盆裡燙傷，左臉留下了疤痕，也因而立志行醫濟世。2005年，一直品學兼優的徐紅，經過10年寒窗，終於在高考中獲得559分的高分，達到了大學醫學系錄取的標準。但川北醫學院突然退回徐的入學申請，理由僅是臉上有疤痕，不適合從醫。川北醫學院堅決不收，最後興得重慶醫科大學仗義錄取。報載，徐紅從重慶醫科大學副校長董志手中接過期盼已久的大學通知書，淚水在他臉上肆意流淌。案例4，福登，男，深圳市福利院孤兒。7歲的福登一直因為長相醜而遭戶口所在地的福田區梅華小學拒之門外。梅華小學的校長認為，福登的長相會把別的孩子嚇跑，學生家長會有意見，會影響學校的正常教學。其後在引起教育部門及傳媒報道等各方壓力下，梅華小學才於2004年9月讓其入讀。案例5，鄧喜，女，
成都市溫江區人，2歲半的鄧喜於2003年一場火災中，面部和手部6成遭毀容。1年後到了幼兒園學齡，其父先後給他到幾所幼兒園去報名，校方都以種種理由拒收。其中一家拒絕他們的方方幼兒園建議鄧父給鄧喜整容，說只要鄧喜能整容，學校絕對不會拒他入學。但鄧家說他們是失地農民，哪裡有那筆整容費？領導紅光滿面，群眾滿臉病容。以上的受害者其實已經算是幸運，他們雖已深受傷害，但因為得到傳媒報道而引起關注，甚至獲救。無數沒有被報道的受害人就這樣在羞辱和貧困中投生，然後在所謂穩定和諧的社會氣氛中黯然死去。從醜男醜女在中國大陸的悲慘遭遇，可見殘忍和沒有同情心的本性在中國人當中依然如舊。冒醜者可輕易把同學嚇哭嚇跑，更引來學生家長的聲討，也可見這民族之神經衰弱與品德教養。中國人最高領導人由於養尊處優，按理還有無限量人體器官供應，從而個個可以神采飛揚，平均壽命遠非其他發達國家領導人可比，與中國的落後完全不成比例。胡錦濤於60歲接任國家主席時，才是中共歷來最年輕的接班人。當年胡耀邦以74歲高齡辭世時，人民大學民主牆哀胡的對聯竟然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萬壽無疆，寧做良臣，勿為忠臣，英年早逝。但與此相反的是，由於政府對於一般民众不是蓄意殘害，就是任其自生自滅，一般中國人平均壽命男性只有70歲，而知識分子平均壽命更只有58歲，而且一般中国人的殘疾率奇高，目前全國各類殘疾人總數高達8296萬人，占全國總人口的 6.3%， 所以容貌歧視在中國牽連甚廣。而且中國是個有1億3千萬乙型肝炎帶菌者、5億5千萬結核菌帶菌者的病夫大國，人人滿臉病容，要不醜就更難。雖然領導人個個紅光滿面，童顏鶴髮，但廣大中國人多面色慘黃，形容枯槁，恐怕跟肝功能偏弱和其他五勞七傷的關係多於中國人的基因遺傳。中國人特有的慘黃面孔似乎都跟中國的黃土地黃河那樣，看來並不是許多中國人相信的那樣是上天賜予中國的神聖商標，而只是人為疏於保育的結果。加上統治者的奴役、壓榨、阉割和鎮壓，中國人每多臉容扭曲，簡直是折騰得不似人形。什麼叫臉容扭曲？你看被洋人收養了的中國娃娃長成一個什麼模樣，又看看待在中國的娃娃長成一個什麼模樣，就會明白。甚至我多次發現，大概由于所用管養手法的文明水平不同，洋人所養的狗也明顯比中國人養的狗活潑和有自信，他們碰面時就高下立見。在中國，若非屬於統治階層，常人絕不會像大熊貓那樣備受關愛和保護的。在這樣的一個鬼哭神號的國度，統治者或其治下的奴才卻偏偏要人長得眉清目秀、秀外慧中，連教書的讀書的都要外貌娟好，企圖以最醜惡的手段制造一張美麗的新中國畫皮。更令人心寒的是，受害人在多年媳婦熬成婆後，也隨時以同樣手法蹂躪後來者。於是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欲望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原載於2007年4月《開放》雜誌。